我的破题是叫做你在口疾的哪个阶段？为什么我会这样子破题？因为我认为在我们去讨论说，我相信他有。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这是我的基本资料哦，就是我上一份工作是网页工程师，那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会口疾。那我那个时候的口疾状况是我想要跟人家说话，但是我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因为我很害怕，很紧张。对，然后我努力了这么久。好，那我总共经过了3次的语言治疗。那我为什么会想要去做？那这个在我接下来的故事里都会提到。那18岁以前的我，基本上就是我都尽量不说话，因为我很害怕说话，也很害怕跟别人交流。那时候我说话会到严重心悸，而且还会全身发抖。对，所以呢，那我有去，当然这31年啦，我有去思考过，也有跟语言治疗师去讨论过，说为什么会这样子。那时候我做了第一次的语言治疗，那个时候他是教我说，你很紧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用放松的气音来带声音。比方说我要说我这个字好了，因为我们常常都会用我这个字来开头，我这个字它非常难发音，它是分成乌、欧，乌和欧都是会卡住的音，所以你可以先放慢，先从我大概要放到这么慢来发音，所以当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先从我，有没有？我是从乌开始的，所以我今天有特别开镜头，是希望你们也可以看看我的样子。来，我再做一次，就是我这个字它是乌我，那我会从乌这个音开始来看我的嘴型，我是我这是做的很慢的练习。那如果我要比方说我现在在会议上我要发言，那我的起手式是说我今天要怎么样，或是我要做什么事的时候，那我今天，其实我有带气音哦，再听一次，我今天有没有？我是有带气音的，这个是我已经做到很纯熟了。那如果我再做慢一点，会变成我今天，你要有个气出来，这样的感觉。你们如果戴耳机听我说话，你们应该会听到空气声，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会带麦的原因，因为我希望你们能听到我的气音，这种声音，这个是我的气音嘛？那我这样懂了吗？好 ，Ted 来了。Hello Ted， 我们现在在讲到就是如何借由放松的气音来发声。因为我过去一开始的问题就是我很紧张的时候，我的声音会卡住。那我现在我的语言治疗师教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放松的气音来发声。那我现在是以我这个字为例，我是乌我。乌和欧都是非常难发音的音，那我会从乌开始带，所以你先用气音，呜，要轻轻的，呜，你的喉咙这里不能用力哦，呜，可以吗？就轻轻的呜之后，OK， 好，我现在只快速再重新做这一次。嗨，千晴，你应该是新朋友，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你。
那我现在在讲到就是如何借由放松的气音来发声。那我再讲最后一次之后，我就要换下一页了，我不会再做第二次咯。我已经不知道说多少次了。我们通常在讲句子的时候，我们会用我这个字当做起手字，它是乌欧我。那乌这个字，乌和欧都会卡住，所以我会从乌开始，先用气音。我就变我了，我，其实我是有气音的，我再慢一点，我今天怎么样？这样可以吗？好，到这边为止没有问题的人帮我打2，可以吗？因为我要确保你们在线上，我怕有人断线，帮我打2。到这边为止，有问题吗？完了，大家都消失了，都没听到我声音吗？好 ，OK， 听到了啊！我知道为什么了啦，因为那个置顶讯息啦，哎呀，真的是我把它关掉哦。OK，Thank you，好，下来咯。好，我决定了，我不要切画面了，我就这样子讲，好不？我看一下哦，我看能不能下一页啊？不行欸，他一定要这样。好，再来。不好意思，跳得太快了。再来呢，上大学的我呢，因为我前面讲到家庭失和的部分，所以我为了要赚吃饭钱就开始打工。那身为一个高中毕业的学生，你没有任何的技能啊，你能做什么打工？就是服务业、餐饮业，对不对？那这种就要干嘛啊？劳力活，说话，那个时候的我压力很大，我被迫要说话，所以我那个时候的说话方式很简单，就是我一次最多讲不超过3个字就换气，比如说你好，换气，多少钱？换气，23块，换气，谢谢，换气，就是这样子说话的。你不要管别人怎么样，人家也不在意陌生人怎么跟你说话哦。那后来呢，我去补习班当助教啊，我发现我面对小孩子的时候，我可以比较有自信，也比较舒服，再加上我喜欢教书，所以我决定成为老师。然后呢，我除了当助教，后来我也渐渐的自己带班，我可以1打10，我也上台上课过。但是呢，在日常生活状态，我的状况还是很糟糕。比如说，我看到超商店员，我要报末3码，然后我就超焦虑，等一下要进超商怎么办？我好痛苦，那边想很久，想了一整天，从早上想到晚上，最后我还是进去了。对，就是会这么紧张，就是我想到我也要跟人讲话，对，我还是很紧张。后来大学毕业后的1年呢，就是因为我中间有去思考我要干嘛，然后后来我又去语言治疗，因为没事做嘛。然后那个语言治疗师就帮我分析说，我有哪些音节会卡住，比如说 a、o、u、ao、e 这一类的音会卡住。那会卡住，我知道了，那我自己在讲这一些字，或是我发现自己卡住的时候怎么办？就是用我刚刚说的气音法，比如说会议这2个都很难念哦。会议，早上有会议，我知道，我脑中我想这个句子它有我会卡住的词，那我就故意我整句话都放慢。
所以呢，一开始不流畅的时候，我会建议大家慢慢讲，慢慢讲到你中间要换多少气都没有关系。比如说我刚刚说，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这一句话，一般人可能会说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那如果我很卡的时候，如果是以前的我可能会说我今天早上去买早餐，这样子听起来有点卡，对不对？没关系，对方听得懂就好了。大家不要太完美主义，你要想嘛，你的目标先摆在60分，不要先摆在100分。我们说话的目的是什么？让对方听得懂。还有嘞，我们在开会要讨论事情的时候，是要达成某一个共识，对不对？所以有一点点卡住没关系。我今天换气，早上换气，买了换气御饭团。你只要确保从头到尾你的 tempo 都一样，所以我一开始我讲话很紧张的时候，我会自己默默打拍子，比如说我用手指头那边点，我今天换气，早上去买早餐。这也是语言治疗师教我的方法，因为我一开始会突然间很快，突然又很慢，所以我很紧张的时候呢，我们手不是很紧张的时候，可能会这样子握着，或是放在你的脚旁边，那你就手指头偷偷点你自己的腿，打拍子。我今天早上买了御饭团，大概是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慢慢讲，可以这样子去练习。好，我最后一次再重复这个方法，就是保持这个开始厉害老面孔了，那我就不重复。好，那我这边有提到一个红字，发现自己不知如何说故事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在做语言治疗的时候，语言治疗师呢，他叫我抽几个图卡，然后他说，来，你看了这些图卡，你讲一个故事，或是去形容这些图卡。然后我一时之间不知道怎么说，脑袋整个空白。我先说一下，我是一个很会写作文的人，我的文字能力非常强，所以我就觉得很困惑，为什么我会不知道该怎么说故事？好，这个是后来我知道的原因，是因为我的能量已经用在如何把声音发出来上，我已经没有多余的能量，就是可以同时边思考组织，边想新的东西，又要边发声。如果我要临时性做这件事情，那个时候的我没有这个能力，大学时候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的能力只有到是说，我先想好我今天去超商买了御饭团，先想好这个句子，然后再专注在我今天去超商买了御饭团。我那时候只能做到这样子，我没办法同步进行，因为我还要练我的呼吸。我那时候有一个问题是，我会讲话忘了呼吸，然后就好喘，然后会讲到整个人头很晕，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我还要同时调节呼吸，要提醒自己要呼吸，对，就是这么累。好，那接着下一个，
下一页 ，OK， 下一页。好，我直接回来这里，因为这样我才看得到大家。好，那硕士班的我呢，就是在大学时候的我，因为我读的是土木，所以我们基本上上课都不需要说话，很少说话啦，根本没什么说话的机会。可是到了硕士班，我读的是环境教育，我们要干嘛？导读。我想应该有些人不知道什么是导读，所以我说一下。导读就是说，你今天比如说，你要读某一本书的第一章，你要用你自己的话带大家来读这一篇。读不是说念哦，不是念哦，你要做简报，跟大家说第一章的第一个部分，他在讲什么概念，然后你要去引用书本的内容，所以就有一点像是对全班说书的概念。然后通常导读呢，一导读都是讲30-40分钟起跳，然后老师就会在旁边听。如果你说错了，或是他要补充，他就会出来讲一下，但是主要都是你在讲。我们硕士班常常有好多科目，很多 paper 都是用这个方式在报告导读，所以呢，我要常常准备很久，就是我都要写稿，我写好稿还要练呼吸什么的，然后我都做好准备了，可是我上台就是卡住。我不管用气音什么练习法，我那刚刚说的用气音发声的方式，我虽然能说出来，但是我能说出来的内容大概只有我整份报告的5成到6成。所以那个时候我看到班上同学底下都在滑手机用电脑，只有老师在听。但是我就不管他，为什么？因为你没空，你很忙，对，你要忙着说话，没有空。然后说完之后，我都会回宿舍哭，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这么努力了，为什么表现还是这么烂？就是我会自责自己，我已经练到我只要看简报就可以噼里啪啦讲一堆，我不用看讲稿。我甚至还会背，第一页是什么内容，第2页是什么内容，我全部都背起来了。可是我还是会卡住，我就是回去会哭，会很自责，然后会觉得说天哪，我是不是这一辈子是不是就没有救了？但我每次哭完，就是我这个人就是不服输啦，就我还是就是想说算了嘛，反正死马当活马医，老师都看在眼里。那我简报都做得很完美，就是做到你就算只看简报，你也知道我在干嘛，所以基本上你不用听也没有关系。我都是做简报做到这一种程度然后嘞，但是那个时候我的教书呢，基本上都已经非常上手，非常有自信，就算口急或是说很慢，我也不 care， 就是我超有自信，我就当作我展现出来的态度就是我就是这样子说话，你不接受是你家的事，反正学生有选老师的权利，那老师也有选学生的权利对啊，所以不喜欢的家长，不接受的家长，那就算了，学生不喜欢那就算了，反正我就不 care 这样子。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然后那时候我找语言治疗师，我是找马街的，在石牌那里，台北的石牌马街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目标是要完成硕士论文的报告，是这样，我们要在15分钟内讲完，用简报讲完你硕士论文的所有内容，而且那个是有公式的，就是从研究动机嘛，
然后什么研究动机、文献回顾，还有什么过程啊，什么巴拉巴拉巴拉成果啦，什么啦，对，都有这一些要讲，你逃不过的，你不能减少内容，你该讲的全部都要讲。对，所以呢，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的指导教授协调说，能不能把时间拉长到20分钟，多给我5分钟。然后因为全系上都知道我说话这样子，所以他们都接受。但是多了5分钟，你要讲完一份你一整年的硕士论文，其实还是难度非常高。你知道，如果是15分钟的标准，一般人他们要讲硕士论文会怎么讲？他们的语速会达到念 rap 的程度哦，就一直疯狂讲哦。所以你想想，连他们都要这样子讲的，对不对？所以呢，我的方法就是呢，我就先写好稿，然后我只讲大概。然后我有请语言治疗师帮忙我润稿，或是帮忙我看。然后我完成的时候，我真的很顺畅的完成了。那个时候我硕士论文报告，我每天练习8小时，我练了两周，然后是用腹式发声的方式，用肚子去发声。对，那个时候非常的累，就是你练完会很想吐，因为你都用肚子在说话。然后我以为我就此就得到说话的真谛，我从此都不会口疾了吗？错，你还是会口疾，因为你报告的方式跟你自然说话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对，但是我就发现说，就是我突破了心魔，就是我发现说，其实就是你完成了报告是在因为一定的标准嘛，对，但是你的自然平常说话，没有人规定你要怎么样说话，没有人规定你要像我这么快说话，或是你也可以慢慢说。我今天就想要慢慢说，看你心情啊，对不对？只要对方听得懂，或是你卡住，比如说你今天去超商，比如说你跟你朋友好了，你们去超商买饭团，你想要肉松口味啊，你讲不出来，你卡在肉，可是你手上指着肉松，我想要肉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朋友会怎么做？问你，你是要肉松口味吗？啊，你说哦是，哦就拿。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太 care 说，我们一定要把它全讲完。你要看这个事情的轻重缓急，像这个情境就是你不讲完那个松字也没有关系。只要有达到你想要拿肉松饭团就好了嘛，对不对？是吧？所以我们要去想一下，每一场对话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它的轻重缓急，它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不用太执着于说，我们只能靠嘴巴说，你的肢体、你的行为，或是你的简报文字这一些，全部都可以帮助你沟通。或是对方帮你接话，或是对方听不懂的时候，他们会用他们的方式再说一遍你的话来问你说，你刚刚是不是这样子的意思？那你就回，哦，对，这样子就好了啊。那你就不用再 care 说啊，怎么办？我刚刚说不好，我刚刚口急，不用，说完了就说完了啊，反正他听得懂就好了。这个就是我们都要慢慢做的课题。那我自己是已经到完全不 care 了，因为我发现陌生人真的不会对你想那么多，
连你的同事都不会对你想这么多。同事大家都是来干嘛？上班赚钱，不是来交朋友的。他们才不会管你这么多。只要开会目的、沟通目的有达到就好。好，所以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心法。好，接着下一页，3条生产线的状态。好，这个很重要，这个是我第一次跟各位分享，因为其实我已经遗忘了很久，我以前曾经经历过这一个状态。什么叫做3条生产线的状态？基本上我从18岁，我刚刚讲我高中毕业，我无法发生的那个阶段，到我硕士毕业这一个差不多10年的期间，都是属于3条生产线的状态。就是说，你想一下，我们人体是一个工厂，我说话的时候，我有3条生产线要同时进行，我才能去完成很自然的说话的这个产品。听得懂吗？听得懂的话帮我打1，好不好？因为我要先确认你们听得懂我的这个概念。我再说一次，什么叫做3条生产线的状态？你想一下，我们人体是一个工厂，那我在说话的时候，我要如何达成自然？你看起来很自然的说话。我以前是我要同时分神控制3条生产线。我的呼吸，我要记得吸气换气。我的嘴巴，声带要发声。我的大脑要思考。我要同时控制这3者。我才可以达成自然的说话。只要这3者有缺一，就会口急。比如说，我今天呼吸卡住了，我的声音就会出不来。就算我的声带是放松的也没有用。再来，比方说，我今天我的肌肉记忆非常厉害，我会念文章，我会自然发声啊，我也会记得呼吸换气。可是我的大脑是空白的，不知道怎么说。那请问一下，你有办法说话吗？不可能吧？你的脑子是空的，你要说什么？对吧？好，那我再换一个。我大脑想着我想要说，我今天晚餐吃汤面。然后我呼吸也控制好了，我要发我卡住了，那你就会一直卡住，对不对？所以我刚刚说这3者缺一不可，只要有一个地方卡住，就没办法自然的说话，就会口急。那你卡在我的时候怎么办？如果真的卡很久，那我会放弃它。为什么？因为你要想这个句子，比方说我刚刚说我今天晚上吃汤面，那我就放弃它。今天晚餐吃汤面，那对方听到你这样讲，通常会预设你是在说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我这个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去放弃某些你真的当下会一直卡住的那个字，就直接放掉它。因为这个就是中文的奥妙，就像大家说，你把中文字的顺序颠倒，状态变成太壮，大家还是看得懂。这个就是中文字的奥妙，就要看上下文。
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放弃。好，那回来3条生产线的状态。所以呢，你要想一下，我要达成自然的说话，我要练这3块哦。所以你有3个功课要做，这个是我的方式。所以我猜想，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产线模式。可能你有4条，可能你只有2条，就是你只要同时控制2个，但可能你要控制的那2条跟我不一样，不一定。那有的时候是那3条中你有2条好，但是有1条特别差，那你就练那1条差的，这样子懂吗？所以我才会把这个特别列出来。就是你可以去评估说，我今天是哪一个状态比较差，那我就 focus 在那里。比如说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我太嗨了。我太嗨的时候会怎样？因为人在嗨的时候，你的心脏会跳很快，会影响到什么？来，你们猜，会影响到呼吸、嘴巴声带还是思考？最主要的，我现在很亢奋哦。来，请打1、2、3，你们觉得会影响到哪一个最多？来，请帮我打字。我现在跟你们分享，我很嗨，我心跳跳很快，我很亢奋。你们猜这3条生产线是哪一条会被影响到最大？雨涵说1 ，Ted 说1，还有人吗？Mission 也说1，Andy 猜2，但我说影响最大哦，最大，我不能切割的很干净，说只会影响到某一条，所以我会说影响最大。好，答案是1。所以其实我停顿的时候，我有刻意的在呼吸，在吸气，在换气，然后呢，我有特意的在 focus 在说我的呼吸状态，然后我的每一个句子不要太长。同时确保你们觉得不听起来很奇怪。嘿，通话将于15分钟后结束。好，没关系，我们等一下再开就好了。好，所以呢，你想嘛，当你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的时候，当你知道你的3条生产线是哪3条的时候你就可以根据你每一天的情况去调配。那我现在是因为太亢奋，所以会加快。因为我以前是做线上家教的，所以我看到镜头就会超嗨的，就是一种表演欲，懂吗？其实我一点都不紧张，我很开心。对，就是一个当老师的职业病。你看我刚刚有卡住哦，职业病。可是我就很干脆的干嘛？断掉它。然后我刚刚下意识的用我刚刚说的放松的发声方式，职业病，有没有？职业病 ，OK。你们刚刚应该有听到我卡住哈，可是我不在意啊，对不对？我不在意，对方他就也不会在意。如果这个时候你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会这边懂吗？所以你自然，对方就会自然，你不尴尬，别人就不会尴尬，就是这样。好，那我下一页。所以我为什么这章讲这么久？因为我就是以这个为主轴去自我训练跟自我控制。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你可能今天生理期来不舒服，你今天没睡好，你今天看谁不爽，
你今天跟老板说话很紧张，干嘛的？我们每一天都有各式各样的情境，各式各样的状态会改变。所以呢，你要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工厂来分析，我哪一条生产线可能会出问题，所以呢，我要特别去关注它。这样懂吗？好，那我28岁到现在呢，我目前在休息啦。对，那我很紧张的时候，还是会出现3条线的状态，但是我没办法预期说，我这次开会我会不会出现这个状态，所以我随时都可以准备好，因为我有在练习。当你做足够的准备跟练习，其实会大大的降低你的紧张感，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所以各位不要因为你觉得反正都会口技，那我就随便讲，没有，你要做足准备，你才有自信啊。正常人也一样啊，他没有好好的准备的话，他也会心虚，懂吗？所以呢，不要浪费每一次的报告机会，不要浪费每一次的说话机会。好，然后再来是我不会刻意要求自己完美。我听过朋友这样跟我讲说，其实你聽到那個很流暢的那種業務很流暢到你覺得它好像像是 AI 機器人一樣在跟你推銷的東西，你反而會覺得很反感。那反而像我這種說話稍微卡一下停一下，反而很有親切感。所以我們不用太刻意要求完美。我覺得人就是怎麼講，就是活出你自己，用你自己的風格。我希望各位今天透過我的分享呢，可以找到屬於你自己的說話風格。你們應該有感受到我現在的狀態跟以前非常不一樣，有吧？因為我現在是真的已經完全不 care，我真的已經好久沒有就是去想到我說我會口急也怎麼辦，沒有，我完全不 care 這一件事情。就算我卡了，我也一樣很自然的就說下去。只要你有態度，有專業，有內涵，別人都會聽，對方都感受得出來。好，那這個就是總結啦，就是小結我的說話成長史，那我就不講了，我就繼續跳過。好，所以呢，我分享的這麼細呢，是因為我不知道你們在哪一個階段或是哪一個情況，所以呢，我才會講這麼細。那最重要的，我強調，只要溝通的目標有達到就好了，這才是說話的目的，不然我們為什麼要說話？對，所以如果卡住，他幫你接話也沒關係，不要覺得我輸了，我好爛，沒有，你就想沒關係他說了說一下我休息呀，很好啊，對不對？所以我剛剛講從3條生產線來決定練習方向。那第一個我提到說，報告演講時要把呼吸的間隔也算進去練習。光這個講稿怎麼寫我又可以再開一個分享，所以我今天不講這個。如果有興趣的人，請到時候在 Line 就是留言說你有興趣，因為我光講這個可以講1小時，我可以很詳細教你我是怎麼樣寫，怎麼樣練的。然後我認為如果這3條生產線你都非常弱，
你要先练的是第一个跟第二个。那你的1、2练好了之后，你的能量才有多余的可以去做思考这一件事情。如果你连1、2都很辛苦了，你的大脑是没有办法同时去想的。那你要做的方式就是你先想好怎么讲，然后再专注于呼吸跟发声。好，那所以有人说你的口疾痊愈了吗？它不是病，它只是一个状态。我最近在上英文绘画课，跟你讲，正常人讲英文也是卡卡啦，他也是不熟悉呀，所以我们只是不熟悉怎么样说话嘛，所以就卡一下了，所以没有所谓的痊愈，懂吗？对我来说，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根本就不成立啊！我发现我忘了录影 ，Oh my god！ 我忘记录影了，我忘记录影了。好，算了，我之后自己再重新录。好，我之后再重新录哈，我之后会重新录影。好，这个是我去年那个时候公视的影片，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我在这个是我生平第一次进摄影棚哦。我是用自然那个放松的发声方式在说话的，然后把每一个句子去拆解。所以你们听完我的分享，如果你马上去看这个影片，去听我的说话方式你会发现我就是用我刚刚的方式在说话。好，那最后我想给大家就是你的人生很长，我做过非常多领域，我最近也要在考虑要转行的哦，我的人生就是一直在转行哦。好，最后我想说，不管我们过去发生了什么很难过的事情，你现在在这里，我们不要想过去了，我们要想的是未来，还有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然后这3本书我都推荐你们可以上博客来去看它的一些摘要或是短文，如果有兴趣的话。然后 Q&A 如何准备面试，去年我有讲过，我有很详细的分享在这里，很详细的分享哦。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进去看。那语言治疗有没有用？我只告诉你，他是你的教练，你回去你要自己练习，就这样，就这么简单。你有没有做到自我揭露？没有，因为我说过它只是一个状态，所以你就当做那是你的说话风格就好了，就这样，没有必要做自我揭露。请问一下，同性恋会到处跟同事说，我是 gay 哦，会吗？有需要吗？除非他想要追他啦，不然的话不需要吧，是吧？所以我认为不需要做自我揭露，不用。那要怎么做才能不在意口疾？第一个，活在当下，我只强调活在当下，过去就过去。再来是学会赞美自己，比如说我电话报了后3码，我成功了哦，我好厉害，请好好赞美自己。真的，这个赞美自己这一招很有用。然后我们都要时间去练习，去慢慢的让那些不好的回忆过去，让说话的自信心慢慢的建立起来，就像失恋需要时间疗伤一样。好，这个是我很快速的做总结。OK， 好。谢谢 Andy 帮我分享，太好了！我明明就准备好软体了结果我忘记。
来，各位，那现在呢？现在是开放 Q&A 时间，来，有问题的人，如果你想要用说的，请先，这样好了，我统一，你要问问题的人，请打一个 Q， 那我会照顺序让你开麦，或是让你打字都可以。来，需要问问题的人，现在开放问问题。好，第一个 Q， 你做过什么类型的语言治疗？其实我对语言治疗我没有去深刻的研究说它有分什么类型，我都是去医院找那个语言治疗师，他是隶属在复健科下面，然后语言治疗师他会根据你的需求，他们都会问你想要怎么样说话，或是你是为了什么？比如说，我最近工作跟同事说话会卡卡的，我开会会卡卡的，他们都会先问你的需求是什么，来决定，来帮你决定。然后也会观察你的情况，然后我也曾经把我在硕士班的时候做导读、做报告的录音给给语言治疗师听，因为我当下没有办法重现，所以如果有些情况、特殊情况是你当下没有办法重现给语言治疗师的话，那你就录音录起来，然后到时候去给他听。你刚刚说，我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这样，会这样子。好，通话要结束了，可能要重新再进来。好，各位，我们先挂掉，等一下我再开一个新的，我们继续 Q&A， 哈。